嗨，各位好。那本期继续讲解 NX 的机床法征设定。上一期已经有讲到好如何呢建制机床的树状结构图。那这一期呢继续讲解一下树状结构图后面的机床的轴向的运动，比方说像 X 轴、Y 轴、Z 轴、B 轴、C 轴等等。那如果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就开始今天继续的轴向设定。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D 轴这边，我们呢可以点选，好，我们选择插入，然后呢插入一根轴。轴名称的话呢，我们输入 D 轴，这个呢越简单越好哦，因为后面如果说就做 G 扣跟 M 扣的设定的时候哈，它会去抓取这个轴名称。连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是选择名称，那它去抓哪个名称，就是我们这个 machine base 好，因为我们在做 machine base 的时候，我们有定义它一根轴哦，就是 x y e 的方向。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抓 machine underline base at machine underline zero 这个值。好，那接下来方向我们要选择 D 轴，好，朝上为正。那 NC 轴记得打勾。那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按照机床的设定，所以我们上限是零，下限的话呢，我们输入一个-600。接着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预览运动，好，我们看一下预览运动这边我们可以点选，好，它就会照我们的设定值，好，去做一个机床的一个运动。主轴这方面一样哈，我们选择插入，选择这根轴，那这地方一样选择输入 S。接下来的话，这个选取啊，跟名称跟刚刚一样哈，选择 Machine Underline Base 这一根。接下来的话呢，NC 轴勾选，轴类型呢就是选择主轴。好，那这个上限值跟下限值我们就不做任何设定。好了，这样下确定。那主轴下方的这两个装导把哦，它就不用特别去设定它。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Y 轴，也要我们去选取插入，然后选择轴。这个地方呢，轴名称一样输入 Y 轴，一样选择使用线性，然后 NC 轴打勾。那方向选择用 Y，哦，因为我们现在是 Y 轴方向。那上限值的话呢，这地方是150，下限值的话是-250。接着也可以看一下呢，预览运动。好，换 X 轴一样选择呢插入，然后再选取呢这根轴，然后一样输入 X。连接一样选择这个 machine underline base 一样 X 轴，NC 轴一样勾选。好，那这地方呢是上限值是250，下限值一样是250。好，然后下限值是-250。好，一样可以看一下预览运动。那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属于单独一个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机床的整体的运动的情况。那旋转基座不做设定，接下来换 B 轴，然后一样呢选择插入，选择轴，那这边要输一个 B。这个时候的话呢，选取名称就要换了我们要换成哪个名称？换成这个 B underline junction 那所以这地方的话呢，我们就选择 B underline junction。这样子。那它的目前旋转的方向是错的因为我们不能朝向 X 轴，我们要朝向负 Y 轴。这地方想要朝向负 Y 轴，因为 NX 呢，它都是以逆时钟旋转为正，所以这地方我们要选的是负 Y。那轴类型的地方，因为它已经不是走直线运动了，而是旋转的运动，所以这地方我们要选的是旋转。NC 轴记得打勾。那上限值是110，下限值呢是-30。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10-30，之后一样就按下确定。最后呢就换成是呢 Y 轴，最后是换成 C 轴，我们选择右键，然后选择轴，那轴名称一样呢，选的是 C。那名称这地方我们要选择这个 C at C underline junction，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上个阶段有介绍树状结构图的时候，有特别呢给它一个轴。那如果不清楚的，可以看上一期的影片哈。那方向哈，我们选择负极，因为一样以逆时钟旋转为正。NC 轴这个地方勾选，然后我们选择是无限制旋转。接着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限，我们输入一个360，下限呢我们输入一个-360。好了之后一样可以旋转。好了之后就确定。那我们这样子呢，就基本上就完成整个机床的一个轴向的运动以及行程、旋转的角度等等的设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运动。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树状结构图这边空白的地方按右键，我们选择预览运动。预览运动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显示机床轴的位置。好，那我们选择完之后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可以动 X 轴。那 Y 轴、Z 轴就会照我们刚刚设定的值然后来做一个运动。上一期所讲的树状结构图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Y 轴里面有依附了 X、B、C 这三根轴都是呢依附在 Y 轴的上面，所以呢一旦我们动了 Y 轴之后，你会发现到 X 轴、B 轴、C 轴是会一起联动的。所以树状结构图这个地方，只要一旦错了，会导致你在后面做这些轴向运动的时候，也会连带了就会建立错误。所以这地方呢是要特别的去注意。那逆轴呢是它只有依附一根主轴所以这地方呢主轴就会跟着一起做移动。那我们在这边做设定的时候，很容易会遇到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在建立轴的时候呢，忘记勾选 NC 轴，那会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边呢按编辑，我们进入到轴。如果说像我的 Y 轴没有勾选这个 NC 轴的时候，我按下确定。我们一样回到这个机床的这个预览运动。那我们选择呢这个机床的位置。你会发现到这边会多一根其他轴。这根其他轴它并没有并列在这个驱动轴里面。那这样子会导致呢，就是说后面在做机床仿真设定的时候，或者是说做机床运动的时候，它会被独立出来，那也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容易刚开始在做建立的时候呢，容易会犯错的这个疏失。那我们将它呢重新呢放回来。那我们这边选择这根编辑轴，然后一样 NC 轴打勾。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预览运动。你就会看到这个 Y 轴它就会被放回去了。那以上的话呢，就是呢这一次的有关机床仿真的轴向运动的一个设定。那如果频道对你们的有帮助的话呢，请帮忙呢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